如何花500块把这个不到10平米的房间改造成这一看，这个女人叫大壮，她趁对象不在家，要先斩后奏的改造。但是这个小卡拉咪没想到自己搬不动床垫，她只能找来2个花盆托试一试，还行，比较轻松的解决了。然后她去买乳胶漆，选了布莱肯棕，又去买石膏线，自己搬。放首改造专属音乐。先练习一下石膏线对角，1次、2次、3次，勾股定理知道吗？反正他没对明白，他拿到了朋友的工地，该说不说，师傅对的真严实。终于要贴石膏线了，他一个人完不成，要和他对象一起粘。这粘粉固化的特别快，一个抹胶一个粘，他上班迟到都没这么着急过。不要了，我早快要了。大快一定是个意外。想不通为啥贴石膏线这么难，他对象也想不通，好好的房间为啥要搞成这个样子。这次他知道了，缠完的墙面要用白乳胶处理基层，中间打上结构胶，这样还能掉，那真是他的怨种。对象下了班还要继续替他干活，他想补上腻子应该就大功告成了吧，可没想到打磨也是个磨人的过程。出一个复古式，前几天自己贴了石膏线，今天终于开始刷乳胶漆了。买乳胶漆花了329，石膏线花了170，一共我的改造余额还剩高达1亿块钱的巨款。销售问我要不要加长杆，一个加长杆10几块，啥条件呀？还加长杆？我不要，我家有拖布头子。跟自己贴石膏线相比，刷漆的过程格外的顺利。房间换一个颜色，确实整体的调调都不一样了哈。我翻出了以前的门帘，办公室贴的这种，就是有点短，放中间还是放两边呢？房间真是小到手机都拍不全，之前的斗柜充当床头柜吧。就是这个橙色的皮革，总感觉有点艳俗。我打算用9袋子的皮革重新做一个，因为两边有接缝，所以我想用花边遮挡一下。折花边的过程，感觉自己少女心爆棚。我怎么可以折出这么可爱的花边？第一眼看着还行，第二眼看怎么有不得呀？还是全盖上吧。买了几个材料，拆了牢里的一根鱼竿，反正快到冬天了，鱼竿闲着也是闲着。先把电机和射灯串联到一根电源线上试一下电，好用就可以安装。我这种接线方式是并联，给电机找个壳子，鱼竿上下两端打孔，传电源线，用黑胶带缠出一定的厚度，钻头就不会打滑了。然后把所有的线都藏到桶子里。按亚克力板的时候千万不要用热熔胶，因为我后来发现时间长电机发热，把胶烫化了。应该用5金件固定，但我当时没有，找了块木板用来当底座。整体外观就是这样了，然后就可以拍照啦。好慵懒的氛围，这个灯的设计师一定是一个超级浪漫的人，但我觉得我这个光影没有人家的大。第一个是一对小天使窗帘钩，但是它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怎么安？贴着墙安，脸就被盖住了。为了能竖着安，买了2个角码，开始干活吧。第二个是一把金球，其实是门把手啦，衣柜之前做的极简的嘛，但是我真的受够了这个反太极，每次开门关门都得踹一脚。第3个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么一款充电的床头吊灯，这是弥补了我棚顶上没留电位的遗憾吧。第4个是一个复古台灯，店家又给补发了一个。碎玻璃的效果好好看啊，就是破掉的这个扔了可惜了，能用来做点啥呢？还有一个小编辑，我主要是看中了它方便打扫卫生，而且它还是一个起床叫醒器。实不相瞒，现在这个房间里唯一的一幅画是从厕所搬过来的。我打算在这面墙上挂一组画，是这种多挂几个小的好看呢，还是少挂几个大的好看呢？听人劝，吃饱饭。上次不是纠结我这面墙挂小画还是挂大画吗？那我不在这挂了，我在这儿挂。挑了3个比较贵，不是比较好看的，试着自己照着画。第一个。这么简单的线条，我当然画不出来了。但是笨鸟可以坐飞机呀。画到后面才发现我这个方法有多笨。如果是你会怎么画这个格子？仔细看，这有个斜印儿，38的角有点大吧？第3个，这个好，连画都不用画。3个画都完成了，
好纠结啊，放哪个呢？改成了这样。今天我打算在门后自己做个洞洞板，先去垃圾堆看看能不能捡到板子。去建材买吧，一张直接板185，能免费给裁1刀，第2刀又收20块。1刀我的确拉不走。在哪儿拿都有类似的。但我真不想花这20，还是又送了我1刀。去买曲线锯，这么贵了，钱乃身外之物。要不是我这取快递小车，我还真不知道这么大的板子咋搬回家。我想做个弧形，第一次用这个锯还挺紧张，但是倒也挺好操作的。打磨一下边缘，画上10×10的格子，有点累了，然后开始打孔。再把铅笔印蹭掉，就开始上莫拉油啦。我盲买的棕胡桃色，这个色儿怎么形容呢？烟熏火燎，可能第2遍就匀称了吧。第2遍火燎烟熏，在墙上打好孔，放入钢刷，让板子的孔和墙上的孔对上，还挺不好对的，找了个棉签辅助。拧上螺丝就算完事儿了。像浴袍这种美臭挂在门后正好，鸡毛掸子、粘头发的滚刷挂在这儿都很方便。简单装饰一下，一起看看效果吧。就解决了柜门和床头柜打架的矛盾。刚买不久的小编辑用着还挺好的，但是突然有一天发现我放的书没了，我看他也不配拥有床头柜了。上次买的直接板还剩很多，给他裁一小块。尖锐的边边角角都打磨光滑，然后我就得到了一个精致的菜板子。这次我要裁出一个云朵的形状，边缘用壁纸刀大致修一下，用80目的粗砂纸打磨成圆润的弧形，再用细砂纸打磨光滑，这样云朵的形状就可爱多了。刷上琥珀色的漆，先放一边晾着。正好新买的床垫到了，最近睡眠前我那个200斤的大冤种一翻身总能把我惊醒。听朋友推荐说这款 Zero Room 的床垫很舒服，今天就来看一看怎么样。这个颜值爱了爱了。软硬正好，面料也很柔软舒服。非常打动我的是这个不同软硬的5个分区设计。我高耸的大胯终于回归正常的位置了。分区设计的独立袋状弹簧，这样我那大冤种翻身再也不会影响我了。我看它可以支持365天免费试睡，不喜欢可以退，就毫不犹豫的入手了。之前这个大块头就是因为没试，结果睡着很硬。小云朵晾好了，接下来就要用到这个8块钱一对的折叠支架。了解好孔位，先在板上固定，再安在墙上。试一下怎么样？这回它就没地方放袜子了，剩下的漆给洞洞板改了个色，一起看看效果吧。我又给榻榻米铺上了地板。我特别讨厌榻榻米，但是无奈它能装。单说这个大抽箱，衣服玩具全能放。平常特烦开关窗，拖鞋穿鞋向上靠，那就不如直接把它变成地摊儿。这就去买地板。走了好多店，基本上都因为我买的太少卖不了，可算碰到一家仓库有剩的货，10目多层，给我115一瓶。然后借了个锯，往上放。一向正扣，一向反扣，先试一下长短，多出来的角切掉，补到里面，尺寸就正好。研究了半天才研究明白正反扣怎么拼，凸出来的一边要朝一个方向。起头还是比较好起的，先拼一排，画上线，然后按线切割就行了。还得是电动工具啊！也庆幸我提前标了序号，不然这一堆左左右右，我真分不出来哪儿是哪儿。铺地板的过程好治愈啊！我以为我今天可以顺利的铺完，就差这么一点儿，正扣没有了，反扣剩了一堆。第2天又去店里补了几块正扣，收尾比起头要难哎，锤子伸不进去，我有办法。放上收边条，现在看来底下白色抽屉很违和啊，这个我该怎么处理呢？那我省了1000多。这是我洗手间的门，缝隙贼大，安不了锁，有客人来的时候那叫一个尴尬。我买了撑门用的密封条试试看，它是这样的，用它自带的背胶直接粘上去就可以了。关门试一下，还凑合。有没有更严实一点的密封条啊？这个没法按锁的问题，我真是想破了脑袋。最后被我发现了这个挂钩，用免定胶给它粘上。
这样关门的时候就打不开了。装修时候一门心思想省钱，这门是我跟网上学的方法，自己买的滑轨和角钢。要是换一个门，不得1000大多啊！同样为了省钱，500多买了这个，今天就给它换掉，先感受一下拆包裹的快乐。算了，人家包安装，我还是不霍霍东西了。白色的确实比不锈钢的好看。大冤种用完花洒从来不记得扭回去，到我用的时候，水总花洒是独立按键，这回谁也不会按错了。旧花洒调温度看缘分，新花洒是恒温的，显示温度真的很贴心啊。我喜欢用高压喷枪冲拖布，一冲就干净。扁的这个冲地面特好使，旧花洒的喷枪还没用多久，按钮就按不动了。新花洒还有一个隐藏式的下出水，解放双手的感觉可真好。这500多块钱算是白花了。你有没有买过那种看似省钱实则费钱的东西？买了藤编和木条。话说藤编为什么这么贵？这么点儿，蹲着干活多累啊！幸好抽屉可以拿出来。先裁成差不多的大小，裁完放水里泡着。最近风控在家，连活都干完了，他放假了。打磨木头可太烦人了，到处飞灰。我都是在旁边放这种除尘空气净化器，就不会被呛得咳嗽了。它吸附灰尘很快。确实替我吸了不少灰。然后木条裁出斜角，就可以刷木蜡油了。希望这个颜色不要翻车。藤编也泡好了，拿出来压平整。木条要用玻璃胶和热熔胶一起粘才牢固。这屋里漆呀胶呀的可不少，也得净化净化。压好的藤编一点一点粘上。最后再粘上压边条，换上这2块5一个的木质小拉手，这是1个抽屉的样子，这是3个抽屉的样子。这地方也太适合做什么比较合适呢？摇椅、绿植还是懒人沙发？洒拆了没漏，但是为了以防万一，我打了一圈玻璃胶，这样以后就算漏水，它会流到墙外，不会渗到墙里。第2个原因可能是马桶漏水，装修时下水管和瓷砖的缝隙，我直接用美缝剂填，那就把马桶拆下来检查一下吧，顺便把这个马桶换掉。没漏哎，没漏也使不了了，买都买了，趁安装师傅来之前就抹一点。这个快递在我家放了好多天了，我俩决定自己把新马桶换上。旧马桶没有泡沫盾，水总会溅到屁屁。新马桶隐藏式泡沫盾，防溅很实用。而且旧马桶喷头生锈了，擦不掉，真的是不敢再用了。新马桶的喷头是可以拆下来清洗的，用大运种的牙刷刷一刷就行。旧马桶是红外线胶感，总是乱翻；新马桶是电容胶感，人碰到才会开，路过或别的东西碰到不会乱翻。而且我发现新马桶冲完水会自己再冲一遍，这样用久就不怕堵啦。测试底下不漏水就可以打玻璃胶了。既然不是漏水的原因，那要么是施工时缝隙里有潮气把美缝顶起来了，要么是缝隙里有灰尘导致美缝剂粘不牢。这回做了万全的准备，以后美缝就不会开了吧。其实不知方便。
天还得吃点噪音。装修时候随便安了个吸顶灯，灯丑光也丑，我决定给它换掉。连吊顶都没有，也不知道能放什么。明装的磁吸轨道灯，感觉这种薄的比厚的好看。挑几个回家试试。得先在轨道上打几个孔，用来拧螺丝和穿变压器的线。我只有打木头的钻头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打铝合金。没想到还真打透了。我选的色温都是4000K 的中性光，人眼看起来不黄也不暗，挺柔和的，没有彩刻。格栅灯跟射灯的感觉差不多，局部照明会把电力打亮，泛光灯的光是散的，所以我把格栅灯撤掉了。我觉得有明有暗也挺好看的。原来的这个窟窿虽然已经买了补墙罩，但就在我打算糊上去之前，所以这么大的窟窿到底该怎么补啊？还是先一起来看一下同样的环境，不一样的光效会有什么样的差别。在对面的书桌上，我就随便往这一放。这屋太小了，宽度只有2.7米。这个是1.2:1的焦距，2.65米就能投出100英寸的画面，正适合我这小房间。调高度呢，就按这个底座，我还省了个支架，自动对焦，自动。对于我家冤种800块钱做的床和床头墙，我是又爱又恨。爱是因为床头半墙省空间，好打理，光朝商储物超实用，垫子和过季衣物我都放这儿，透明收纳袋分类好，一目了然，一拎就出来。里面打一圈玻璃胶，底下不会进灰。板就是做衣柜的颗粒板，颜色是灰色细木纹。床头墙的结构也非常简单，废板子先铺个底，上面留出宽2厘米、厚1厘米的空，用来放同尺寸的 U 型灯槽，外面再糊上一层板子就好了。我这是用60公分宽的板一块一块拼在一起的，板子120一张，一共用了5张。气压杆106，不到800的价格倒是深得我心。那恨在哪儿呢？看出这个床有什么问题了吗？想打开床板让我抬哪儿，全靠手指头硬抠啊。正确做法应该是床体缩进去一块，边角做成弧形，有个沿容易抬起，整理床铺时也不容易磕脚。气压杆的螺丝外露了，正确做法是里头做2个隔板，用来固定气压杆。床头灯带是有一个超薄变压器的。这货给封里头了，应该在窗帘后面开个检修口，窗帘一放也不会影响美观。尺寸放在这里了，有需要的截图保存吧。我用一个破酒箱给闺蜜做了个首饰盒，手机一碰就能播放我给她录的祝福视频。新年快乐！这是我们相识的第12个新年，今年想不出来送她什么，正好听她吐槽说首饰盒有点装不下了，就亲自给她做一个吧。箱子处理好了，刷一个深色的木兰油，比较符合她内敛的气质。打印了几张图，我决定挑战一下最复杂的这个，用掐丝珐琅的方式来做。邻居嫌他家镜子占地方要扔掉，我说给我吧，但他有点不好看，于是我去买了2张高密板，回家打印出我喜欢的镜子，画上格，再等比例放大，把格子画木板上，相当于给图案画了个坐标，这样我就可以通过描点把镜子的形状复刻下来。接下来就是把形状裁出来，这是第1层，我打算做2层，第2层要比第1层小一圈，同样的方法裁出第2层，打磨一下不流畅的地方，修边机把边缘修成弧形，2层摞在一起，用钉枪钉上。再给这个人体感应器找个位置，可以拿出去喷漆了。
喷完放着等它晾干。打扫完漆也干了，接下来就是把感应器、电源、灯带连上。感应器的头放进之前打的孔里，刨一个沟出来，用来放灯带的接头。灯带粘一圈，末尾在连接处剪开。感应器有2组线，一个输入一个输出，输出和灯带接上，黑胶带缠好。输入接电源的正负极，电源另一端的火线、零线接上插头。接线完成了就把镜子粘上，我用的是家里剩的粘贴，应该能接是吧？最后把电源和各种线在背面固定好，试一下它是否人来即亮。是我家餐椅又沉又笨，还影响邻里关系，还是挑战自己做吧。用我自己做的圆规，先画一个大圈，再画一个小圈，还有2个腿儿，把形状裁下来。什么木啊，这也太硬了。里面这块反过来正好又是2个腿。接下来给自己围一个隔离区，好有安全感的样子。然后拿着木头进去打磨，先用粗砂纸、削边机倒角，再用细砂纸抛光。打磨完还可以吧？又做了一个底板，一个靠背。这俩小木球买错了，孔居然是打穿的。不过上木蜡油的时候，突然想到一个好办法。防尘膜倒是挺有用的，就是苦了我的棚顶和窗户，也好久没擦窗了。我妈说我懒，这不是懒不懒的问题啊。她说现在擦窗都用擦窗机器人了，先把安全绳拴在沙发腿上，2800帕大吸力，因为这么沉的重物都能牢牢的吸在玻璃上。擦窗外非常放心，它会自己喷水，打湿再擦就擦得很干净。像这种顽固物质就可以选择定点清洁模式，它就在指定的位置反复的擦。窗宝在那儿干活，我该干嘛干嘛。再领他去清理一下瓷砖，以后厨房、洗手间也交给他了。打扫完卫生就开始组装。安完靠背其实就算完成了，但我觉得它还缺点灵魂。我把它变成了我的坐骑。满墙电视柜究竟有多能装？我爸总吐槽说房子1平大几千，都给柜子住了。今天我非要让他看看柜子多到底有什么用。你敢信我家8米长的满墙电视柜才花了6000多？因为冰箱要放厨房的对面，所以就以厨房为分界线，往左柜体厚度60来包冰箱，往右厚度40用来日常储物。一进门是抽拉鞋柜，就是给层板安了滑道，然后左右分别垫了1张板，防止滑道被柜门卡住。这样鞋子既可以放双排，还方便拿取。上面全是活动层板，本来可以放双排的，但是工厂做错了。开封格深度35，随手放钥匙包什么的足够。脱下的鞋踢到底下不显乱。一个30多块钱的感应器就能让晚上回家不摸黑。
冰箱两侧放出门带的东西和挂外套。我这个冰箱是嵌入式，柜体留了10公分散热，柜门来遮丑，但是最后缝还是留大了，冰箱也凸出来这么厚。这一面综合收纳区，有宽有窄，有高有矮，几乎能兼容我所有的破烂。底下高度1米，能放进去折叠餐桌和一摞凳子。来客人多的时候呢，就搬出来，能坐下8个人。工具柜高1.6米，剩余基础单元格高度全是33，日常用品基本上都能放进去。最上面一层的高度是按围栏尺寸留的。柜门没做一门到顶，因为超高门板。柜门高2.4米，踢脚线和顶风板都是正常留的。所有门都无拉手，开关用反弹器加阻尼铰链，这个是反弹器加无力铰链。小柜门用很方便，大柜门容易关不上门。颜色是浅木色细木纹，耐脏耐滑，近看有纹理，远看不显乱。开封格搭配的是灰色岩石纹理。柜门、柜体、背板用的全是18颗粒板。我家所有柜子都是自己买板材和五金找加工厂加工的。当时也看了好几家全屋定制，都是按套餐或投影面积报价。我听不太明白费用都花到哪儿了。自己买材料不嫌操心的小伙伴也可以试试找加工厂。竟然给闺蜜做出了网上卖，是我定制了9米长的圆柱形海绵，但是好像有种不祥的预感。能选过吗？现在看来跟懒人沙发好像毫无关系。收拾完就把这根长棍绕成圆版的样子。超大蒲团蜷缩在里头，好有安全感，谁懂啊？这个小朋友可以钻来钻去，腿总得找地方搭吧，伸个懒腰，垫个靠枕看投影正好。按他那个绕法，我只能一边缠一边用绳系住。对了，就是这个形状被我完美的复刻出来了，这就给他送过去。别忘了他的吹风机，跟他的房间还挺搭。一直想给电视柜底下放个壁炉，于是我买了一根 PVC 方管带盖的这种，还有几10块钱的水井雾化器。先打一个孔穿雾化器的线，雾气得用风扇吹出来，还得来一排出气孔。这吹出来的雾不能是一根一根的吧？再留一个观察水位的孔。雾化器买的1拖4的，应该够用了。这5个小风扇并联在一起，因为我还不确定风大还是风小，给自己留了一手。然后在雾气底下贴一根火焰灯带，观察水位的地方粘一块透明亚克力。终于可以加水了，水位线不能超过这个标记。雾化器倒是好使，但是封起来的水居然会飞出来。赶紧试试灯光和风扇有没有问题。试一下风扇和灯带也是好用的，但是有点丑。我打算用圣木板的做一个灯箱外壳，好像喂牛的马槽。再修出来一个矿卡灯箱的亚克力，只能用木屑和胶水试试能不能补上了。结果还好，补的大差不差。最后把所有线都接到通断器上，赶紧来试一下，到底会不会成功？谁爱听水？打开加湿器。作为半个木工，我打算在朋友面前展示一下我的才华，研究了一下它的结构，但想起我上次用修边机的惨状，于是拿家里的圣木板找一个工厂雕刻出来，到时候桌腿就藏这个凹槽里，这2片不锈钢就是腿，切个小角焊上荷叶就可以折叠了。这个师傅一直边焊边说不可能，你做不出来，做不出来。我拿着板和腿自信满满的回家了，心想组装不还是分分钟的事儿。只能造宽一点了，好不容易宽度进去了，又发现高度进不去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这回我用纤维器包出来的槽还算直，总算宽度和高度都能放下了，又活活满无悔。4块板用荷叶连接上，哎，好像哪里不对。这回就对了，抹上木蜡油，不锈钢喷个漆，该干的活是一样没落，回来还得自己扫灰。大冤种是一点都指望不上，还好新入手的科沃斯 T20。
喊一声就能来帮我打扫，可太贴心了。它能用55度热水洗拖布，热水洗过的拖布拖地才能更干净。6000帕大吸力和胶毛一体滚刷，地板缝隙里的灰尘都能打扫很彻底，各种边边角角也不放过。空间地毯，拖布自动抬升9毫米，还有99.9%的全链路抗菌，自动醒红拖布，打包垃圾，自动上下水，基站自清洁，比我自己做家务都细致。打扫干净就可以坐地上组装了。先把荷叶连上，小短板是向后折的，所以用布带连接试试，然后用这个门插来做支撑，最后把腿儿卡在槽里拧上螺丝，真的可以1秒就打开，合上就这么点，方便带着。翻过来试一下，塌成这样，他们能笑话死我，只能在明面安个荷叶试试了。中间还有3块板，2个槽正好能卡一起，放上就是一整张桌子。拿下来中间可以放烤盘或者火锅。我的好朋友狗蛋突然说终于要来我的城市出差了，但就这一个空房间，乱七八糟的也住不了，打算在这里做一个半包围床边柜，正好家里还有剩的木板，用螺丝快速的拧了一个这种简单的框架，然后刷上奶乎乎的白色木漆，放通风的地方晾着，再铺一个床垫。就是榻榻米比床垫长了1块，想起家里有个靠垫，正好可以塞得进去。还想给它做一个半包围的床头靠背，闲置好久的缝纫机也搬出来了，想做成超级蓬松的那种，买了10斤的珍珠棉，没想到小小一袋缝起来能有这么多。接下来就是往缝好的4个相连的大口袋里塞珍珠棉，珍珠棉的手感可太好了，上面收口的地方掐出一个小边会更有立体感。就这一圈边我已经缝了1个小时了。新床垫上卸一会，狗蛋婚房用的就是这个喜临门喜乐床垫，芍药花象征情有独钟的爱，还有富贵。我希望狗蛋暴富，里面是独立袋装弹簧，2人翻身谁也不影响谁，是这种亲肤针织的，就很透气，而且它2面都能睡，正面软硬适中，很贴合身体，包裹性挺好。反面是保护脊柱的椰棕，有足够的支撑，但是不硌，而且能很明显感受到它的包边，不会溜边。脚真的比我原来的床垫舒服很多。试一下做好的这个床头靠背。很暄很软，我感觉它也可以当个躺椅，当床头就是这种半包围的。床边柜晾好了也搬进来，挂个纱帘。今天冰箱到了，让我瞧瞧吧。真的只有60厘米厚，赶紧把旧冰箱薅出来换上。我的天哪，这差这么一点！看来只能把上边柜截短了，找到偏心轮的位置，把偏心轮解扣，这样板和板就脱离了，脱离不了的就强行拆散，代价就是重新补一张板。它是底部散热，所以上面只留5毫米就可以，裁成合适的大小，再粘上封面条，多余的部分用修边器裁掉，打上3合1的孔，再安装回去。2个门也给它变短，尺寸留的行不行就看这一下了。旁边也是5毫米为嵌，可以完全打开门，趁机囤一批吃的。一看这个冰箱是超薄的，还挺能装，有483升耐容量，冷藏和冷冻有全空间 PT 净味。我换了这么多臭酱什么的也不会串味儿。这个是独立调湿区，像茶叶、奶粉什么的就调干，还有独立母婴空间，避免滋生细菌。这款美的483超薄冰箱颜值真的好好看，再贴一个磁吸备忘录和常用的夹子。现在右边还剩了很大的空，于是我买了一组天地滑轨，打算用剩下的板子做一个抽拉零食柜，还是用3合1的方式组装。做一个地台用来固定下轨，下轨盖子安到底板上，上轨也是同样的道理，扣上盖子，轨道一卡就算完成了。用小木棍给2侧粘上围栏，贴一个麻撩的小招牌，安上感应灯带。这个感应门铃我是有妙用的，不仅更有仪式感，你好，欢迎光临，而且它还可以给我报警。做完的效果还不错吧？这下我也有严丝合缝的冰箱和零食柜了。在网上刷到一个炫酷的门，我想要是能放在桌子上就好了。于是我打开软件，画了一个简单的形状，找一个能雕刻的地方雕出来，看着形状还不错吧？再来一个同尺寸的底面，又去雕了同形状的亚克力，这样亚克力就可以严丝合缝的卡进去，底下要留出足够的空。先把2张板叠在一起对齐，用笔描出雕刻的位置，这样形状就踏在第2张板上了。找一个非常平整的地方把亚克力塞进去。突然想到我忽略了一点，透明的亚克力会漏灯点，只能把透明的打磨成磨砂的了。然后把它们一条一条卡进去，再翻过来压实，保证正面的极度平整。用这种胶水粘住。网购的升降桌腿也到了，简单组合一下，在底下做上标记。打穿线孔要避开桌腿的位置，贴上编程灯带。接下来给每一个端口接上线。上次焊锡还是在上学的时候，练习了好多才找到一点窍门，终于可以上手了。别看这么点玩意儿，焊了整整1天，焊得我腰酸背痛。完事拍个照片发给卖家去编程，趁这个功夫把新入手的人体工学仪组装上。
回来把穿好的线都捅到背面去，标好序号千万不能乱。但是这些线没有空放，只能在上面的板刨个槽。2张板终于要扣在一起了，再给他们穿上衣服。桌腿的升和降都是好用的，美甲编的程序也发过来了。多次沟通无果之后，偶然发现控制盒里自带好多种模式，虽然没达到最满意的效果，但一起看看最后的样子吧。买到了，打算自己做一个，线稿我不会画，还是找一个图片自己描吧。天哪，这是什么神仙软件呢？描的有点粗糙，不过眼看好像还可以，花20块钱印成一张灯片，它是这种塑料的，放灯箱里试试。再用这种不透光的黑色卡纸给它注入最关键的灵魂，画出阳光。我妈看见说她也想做一个，正好家里还有个相框可以用。我怎么感觉我妈在逗我玩？能画出来？还是先管好自己吧。特意查了阳光投影的画法，我发现我看不懂。 CPU 要烧了。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，然后把它刻到黑色卡纸上，阳光部分都抠掉，能看到明显的色差。那中间再夹一张白纸，2张纸粘在一起，避免窜动。随便打印一张风景，给窗外添点颜色，这个灯箱就完成了。我妈的画也拿来了，好像还挺像那么回事的。这个就比阳光投影简单多了，同样把有光的地方刻在黑色卡纸上，哪有光抠哪就行。在相框背板上描述位置，固定好小串灯，这个直接放会漏灯点。只要加一层白色亚克力，光就晕开了。一起看看效果吧。